是娘娘，坚持住啊！德姐姐与冷贵嫔情同姐妹，知她有孕，却瞒着不说，可是欺君啊！莫非德姐姐也一直被蒙在鼓里？冷贵嫔被罚入冷宫时，她也不知自己已怀有身孕。待她察觉身子有异，已是数月之后。本宫也是偶然去冷宫看望时，才得知她已怀有龙嗣。冷贵嫔何时有孕，无人知晓。如今突然临盆，未免也太过蹊跷。本宫已命人查过起居注，冷贵嫔腊月初7时起，太医署也有记载。如今怀胎8月，何来蹊跷？启禀官家，确实如此。冷贵嫔怀有龙裔，为何数月来半句不提？万一皇嗣有个3长2短，谁担得起这个罪责？未能及早禀报，是臣妾之过，臣妾甘愿受罚。冷贵嫔隐瞒，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待她平安产子，关键一问便知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保冷贵嫔与皇嗣平安。皇嗣若有差池，你难辞其咎。灵堂大火后，冷贵嫔自请入冷宫，如今看来，倒像是早就算准了时机。娘娘晕过去了，快来人呐！生不下来才好，最好一尸两命，永绝后患。恭喜官家生一小皇子！真有皇儿了，真有皇儿了！恭喜官家！冷贵嫔但与龙嗣有垢，即日起擢升为贵妃，居御诸垢。他凭着皇子平步青云，看来所图甚大，绝不似表面这般淡薄。本宫竟疏忽至此，让他诞下皇子。从未见过婉儿这般延续戾气，断不可再任由他妄动。婉贵妃怎么醉成这样？你先下去煮碗咸酒汤过来。你来干什么？那日长公主回朝宫宴上，是你在琴上面动了手脚吧？是又如何？宫里这些女人哪个没有野心和算计？为何我做不得？人可以有一己思念，但不可没了良知。婉儿，住口！本宫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？世上有资格叫我婉儿之人已经死了。我没死，我是阿杰。你还没演够吗？别以为知道贤皇后一点旧事就能骗得了我。每逢阴雨，你便会涂那3七接续高止痛。你怎会知晓此事？这里面的鎏金篆香炉是我送给你的，里面是艾草混合陈皮制成的香料。这是10岁那年，我们一起偷拿母亲的银锭，她的平安镯。还要我继续往下说？你是阿杰？不可能！阿杰的尸身是我亲自手炼的，你怎么可能是？那场大火后，我借着濒死的宫婢凤卿之身，又活了回来。
妹妹一大早约我来华林园，就是为了喂鱼。冷贵妃产下皇子后，你就未出过兰芷宫。本宫今日来想问问你，是要继续当缩头乌龟，还是跃入这湖中，做一回争到时的锦鲤？想合作？看来妹妹比我着急啊。听闻你兄长因边关血骨之事，惹得官家不快。我兄长很快就会解决血骨之事，可你现在既无官家宠爱，亦无子嗣傍身，眼下唯有合作才是出路。那妹妹可是已有计划了？她刚经历难产，身子正虚，本宫会奏请官家，将兄长从边关带回来的百年人参送给冷贵妃补身子。等小皇子满月宴，请姐姐再送上加了五灵芝的甜品。上好人参加上五灵芝，会让虚弱的产妇大出血而亡，但你我又都是无辜的。妹妹高明啊！装无辜吗？姐姐最合适了。不下点猛药，你我怎能杀出一条活路呢？这可是个好机会。这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多谢德姐姐，多谢凤妹妹，恭喜冷贵妃。臣妾用金缕织了件襁褓，正配小皇子的尊贵身份。妹妹有心了。哎呦，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？我前几日送来的百年人参，可有在服？多谢妹妹关心，参汤日日在服，已恢复许多。这老参可是我兄长从军中得来的好物，极是难得。冷姐姐，妹妹做了杏仁酪，给宴会添些彩头，祝冷姐姐和小皇子喜乐安康。婉贵妃客气了，先放在一边，等官家到了再一起尝尝吧。杏仁酪是婉儿亲手所做，莫非其中有何不妥？官家驾到！官家万福。都坐吧。既然官家到了，那就尝尝婉贵妃做的杏仁酪吧。凤仙，婉贵妃做的杏仁酪向来拿手，快尝尝。这杏仁酪与平日味道不同，婉儿加了什么？冷姐姐别吃，这杏仁酪里有五灵芝。听闻孕妇不能食用五灵芝，但冷贵妃产子已有月余，如此少量食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冷姐姐近来是否服用过补气血的人参？最近产后身子虚弱，确实有在喝参汤。人参和五灵芝共同作用，会让虚弱的产妇大出血。婉贵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孟贵嫔逼臣妾在杏仁酪里放五灵芝。臣妾冤枉，官家莫要轻信谗言。婉贵妃，孟贵嫔给我下毒，说这是她兄长从边关击毁的血蛊虫，她逼我害冷贵妃。
胆子！管家息怒，这是顾婉一人之言，他想陷害臣妾。可我每日所服参汤的百年人参，确实是孟贵嫔送的，还说是他兄长特意寻的，嘱咐我要日日服用。快去看医，让奴才下来。你怎么样啊？这血里是什么？你放心，朕不会让皇上出事。此前军中多人死于血骨之灾，没想到你竟把此物用于后宫争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冤枉，我没有下蛊，是他们联合起来害我。当初你让苏才人以身入局，置我阿姐于死地，可曾想到有今天，我会以你之道还治你身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难道婉贵妃会给自己下蛊？冷贵妃会冒着血崩的生命危险来诬陷于你？哼，孟氏送来的东西，本宫怎么敢吃？想害我，就是找死！你个贱婢，还敢攀咬本宫！朕忍你很久，将他拖下去，进入玄霄宫。管家饶命！管家饶命！婉贵妃。天算不如人算，本宫筹谋已久，布下这盘大棋，又在冷宫忍辱数月，所图的从来都是凤位。山水蒙卦，小人作祟。本宫设计先皇后在灵堂大火中化为灰烬，如今孟氏与气数已尽，本宫的阻碍只剩凤情。对自己狠的人，对别人一定更狠。若有人敢挡我前路，下一个灰飞烟灭的就是你。怎么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哼，终日打雁，没想到却被雁啄了眼。带本宫出去，定要将害我之人都千刀万剐。官家口谕，孟氏涌进玄霄宫，他与你不复相见。你假传圣旨！有我兄长在，管家断不会这么对我。官家已去信，将你的事情告诉孟将军，命他驻守边关，3年内不得回朝。
官家怎会如此对我们孟家？我是冤枉的。冤枉！太后灵堂，已命曹氏点西域安神香，令先皇后在大火时无力逃出。皇后祭典，你威胁淫生，诬陷顾玄、顾婉私通。云国宫宴上，你把问心关到冰窖，又让苏代以死陷害于我。你的种种龌龊行为，官家都已知晓。你还幻想他能再踏入这里？无论手段如何，只要能助我达成目的，有何不可？权势没有黑白，只有输赢。后宫之中，身难自主，可借势，可用计，然良知底线断不可失。欲成大事，定是要有人牺牲的。我们孟家人就是要活得野心勃勃，拼个轰轰烈烈，何错之有？你这般罔顾人命，仅为一己私欲，你称之为错，分明是罪，是孽，是恶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本宫系出高门，金尊玉贵，至尊之位的盛景与富贵，本宫皆已尝遍。纵使一时失势，亦比尔等蝼蚁辉煌百倍。而且，边关菊英送我的信和那只血蛊虫，是你动的吗？没想到你竟然赌上自己的性命。
看一下。怎么没加黄连？哦，今天早上大人您特意交代，婉贵妃有寒症，先不加黄连。哦，是我记错了。你煎好了，给婉贵妃送过去。是。顾太医这是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我才如此虚弱，我日日祈福，唯愿妹妹尽快好起来。除了我阿姐，这宫里只冷姐姐这般关心我。我本想亲手熬些排毒汤给妹妹的，但想到妹妹有顾太医这样医术精湛的弟弟，就不好越俎代庖了。顾太医这几日定然在为妹妹悉心调治吧。他这段时间有些忙，不过头一日来给我开了排毒药方。只有头一日过来吗？再忙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比他阿姐还重要？阿玄常来看我，只是最近冷姐姐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气安神。这瞧着像是凤贵嫔的帕子，怎么在妹妹这儿？这帕子是我在公道上拾得的，一直忘了还给凤贵嫔。说来也巧，那日在宫中还遇到阿玄送一名染疫的宫婢出宫。怎么宫婢染疫还需要顾太医亲自送出宫啊？太医署的事，他很少跟我提起。阿玄就是这样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。他对你更应该亲力亲为才是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，就把我当做亲姐姐吧。谢谢姐姐。那妹妹好生歇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嗯。并未听说宫中有何异病，此事或有蹊跷。这是我从顾太医那儿偷偷誊抄下来的。是那老匠人儿子的证词，顾玄果然在查大火真相。可有销毁证词原本？你放心，我在那原本上撒了药粉，几个时辰后，上面的字迹便会模糊不清。如此，既毁了证词，他也不会发现证词被人动过。顾玄带疫病宫婢出宫之事，可有眉目？我连夜核查了近几日所有的疫病记录，顾玄向太医署谎报了染疫之人记录。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送个宫婢出宫？顾婉这么久捡到凤青的手帕，莫非顾玄要带出宫的是凤青？你是说顾玄和凤青有染？
我记得凤青还是宫婢时，父亲就与她认识了。说起来，凤青被先皇后附身，也算救了顾轩一命。这两人关系定非同一般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我们就要苦尽甘来了，只需你再助我解决凤青，我便再无后顾之忧。这样，接下来那个可计划。王爷，司天剑可有你信不过之人？启禀官家，司天监在太医署的草丛里面发现了一块奇石，说是天降异象，非同小可。后宫的娘娘们都去看热闹了。带朕去看看。是。如此异象，你有何解？启禀官家，此时裂纹浑然天成，形若凤子，结合宫中带凤子之人的生辰，臣推出此时或与凤贵嫔有关。天垂象，地映照，凤妹妹应是天赐祥瑞化身，司天监可要好好推算。待微臣将此石挖出，看清全貌，应有全盘论断。大人，大人有发现！啊！叫你。官家，微臣发现顾太医有异常之举，就是不知与那异象是否相关。但关乎凤贵嫔清白和国之气，臣不敢不奏。讲。这是太医署上个月的议定记录，顾太医私自添加了一名浣衣局宫婢的染疫记录。
你阿姐说过，你技艺极佳，从小看过的医书便过目不忘。凤青，你知道那晚他送出宫的人是谁吗？真记起来了。不说实话便是欺君。官家，顾大人那日送出宫的是我，但事出有因，是我给他下药，强行带他出宫。我不想让他和阿姐一样，在这深宫里落得个惨死火海的下场。那场大火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灵堂动了手脚。什么？我们二人一直在查灵堂大火的真相，先皇后的死并不是意外。一直调查大火，你们二人一起，你们的秘密还真多呀！为何不告诉朕？与你娘无关，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逞英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顾他的情面，私自将他带出宫，就能护他周全？顾大人是情有可原，还请官家宽恕他。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国无法不立，顾玄私绑妃嫔出宫，将他打入天牢，以待发落。来人！都退下！子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青儿。阿玄只是护姐心切，求官家宽恕他这一次。朕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坦诚。如今为了救顾玄，你愿意承认了？难道他真是顾青？你说什么？凤青真是先皇后？怎么可能？怪不得他一个奴婢会有如此造化。顾青真是见凤青之身还魂了，他竟然阴魂不散，又活回来了。他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能让他再死一次。我们已经害过他一次了，若再下毒手，罪孽更重。就算不为我俩祈福，也要想想我们的。文远，来，坐下说。将来所有的责罚，我都愿意一个人承受，但凤青这个祸患不能不除，否则
给他人留后路，就是给自己掘坟墓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若非我入口，早该与你举案齐眉。这后宫人心思鬼，唯有你是我能托付性命之人。如今只需除去凤青，一切便大功告成。风险太大，我看凤青在官家心里非同一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不除。若他将大国真相捅破，我们就是死罪。大不了我一个人将所有罪责都揽下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若凤青当了皇后，我便岌岌可危。到时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们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可是，无需多言了。顾玄下了大狱，凤青那边的日常看诊你安排一下，趁机找个稳妥的方式，给他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令其丧命。好。顾青，你就算见凤青重生，也必须死。本宫才是命定的皇后。娘娘近来心有郁结，夜夜梦魇引起高烧不退。微臣这药疏于退烧，还需要再多服几日。且慢，药还烫，不宜入口，不如再给娘娘多拿床棉被，有利于发汗退热。是。官家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官家，凤妹妹已昏迷多时，太医也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把所有太医都叫过来，快点！是。气息越来越弱了。父亲，你可是在院镇那日将顾玄打入天牢，朕并非是在针对你，那人是朕窃喜了。你，官家。没想到凤妹妹病得如此严重，我这就回去焚香祈福，祈天道庇佑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此后无人再与你争凤位了。只是我这几日实在是惶惶不安。你放心。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能设局让顾青葬身火海，也能让凤青神不知鬼不觉的丧命。我步步为营，承蒙凤位，为的就是我们的孩儿能成为太子。
我今天太高兴了，文远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可惜你看不到未来的荣景，凤青之死，总要有人担下。你在这酒里下了砒霜，怕是忘了我对气味极其敏感。3步绝杀，围棋中有一名词幻眼，是棋局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我要将自己做成火影，在困局中闯出一条活路。你让婉儿的宫婢拿我的手帕准备诬陷于我时，我便预判了你的预判。杰克向官家禀报了此事。官家，你也知情吗？凤贵嫔说有场大戏要请朕看，朕何乐而不为？不然你真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？难道顾太医不是私自送凤青出宫吗？我揭发此事有何问题？你亏服在案，与其不知你会出何毒招，不如我授你以柄，如此你才会遵照我的设计出手害我。你今日来查看我之后，果然得意忘形，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刚刚喝多了，都是胡言乱语，请你切为推论。
并无人证，做不得说。别忘了答应本宫的事。陈太医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可知谋害嫔妃是死罪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婉儿，将这熏香炉还有陈太医一同锁进房间，直到他承认为止。来人！不喝你们家的水银，水银会发使人中毒，昏迷致死。是谁指使你？冷贵妃吗？她如此胆毒，你猜，她成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是除掉你这个知道她最大秘密的帮凶啊？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那孩子呢？顾玄查到小皇子对蛋清过敏，如此罕见的症状，偏偏与你一模一样。他是你的孩子吧？你说，若我禀明官家，安排滴血认亲，你与冷氏都会被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娘娘，我自是罪孽深重，但家人是无辜的，求娘娘开恩。你若将实情和盘托出，本宫答应你，保你家人不受牵连。官家，冷贵妃在灵堂设计大火谋害先皇后，还命微臣用水银谋害凤贵嫔。你，连你也敢背叛我！你不是也在我酒里下毒了吗？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竟不顾多年情谊，如此恶毒。男人就是无用，只会成为我经营路上的绊脚石。早知如此，不如早点结果了你。哼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逃脱罪责了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早就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了，从一开始就逃脱不了。你还自诩算我一策。冷氏，陈太医已经揭发你的一切罪行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汲汲营营图谋的一切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天没无光，活水
有选择之权利。我将设女官选拔，凭技艺授职，有愿出宫者，我便赐钱恩放出宫，让天下的女子才华有处施展，光芒有处绽放。可选择的路多了，就不会只剩下依靠男人互相厮杀这一条路。来，来。还以为再也喝不到这酒了。世间再没什么比阿姐酿的果酒更甜。不知今日过后，何时才能共饮？此番大事已了，我也该回军营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阿轩好样的。阿姐，不问问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亲眼看看，平日翻阅了千百遍的游记里记载的大好河山。可是你的腿，这段时日多亏有阿玄的照顾，腿已经好多了。过去困住我的不是受伤的腿，而是起了茧的心。阿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阿姐重活一回，我也要重活一回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方不负韶华，不留遗憾。我一直陪着你啊，你可是我故事里面的男主角。编剧大人万福金安。那凤仙是只想当皇后呢，还是她真的选择原谅了皇帝？想知道？自己看吧。